要去见九郎君，要事相商，瞒着我们做事。别吵了，郎君正在里面商议。这件事情再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估计就会有结果。耽误了事情，你们承担得起吗？沈别驾，那些都是台州的乡子士族，许多人身上还挂着朝廷的散制，如此一体，拦在宫廷之外，伤了乡邑人情不说，这朝廷和九郎君颜面上也不好看呢。那谢大使以为该如何处置啊200-300人都进来，挤也挤不下。可使彼等推举出10个人来，进宫厅来，向别驾陈情。既如此，有劳谢大使与宫厅外的诸君商议吧。诺。沈别驾自周至发来的札子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周成出事了。召他们来的时候，一个个推病因故不肯来。如今看见吃了亏了，一个个又急了眼。说起来，也是几百年、上千年的氏族豪门，自幼饱读圣贤书，为了这些许蝇头小利，身份不要了，名声不要了，连脸面都不要了。蝇头小利，你说的真是轻巧。你知道吗？一条100代以上的海船，扶桑也好，高丽也罢，那买卖一趟出去2-3千银绢的出息。这放在凤凰山下西湖边，能购得一个资珠堂般的宅子；放在宁海，那也能买下10来顷的地呢。这些人啊，祠堂里面供奉的是孔夫子，心里头惦记的是孔方兄，他们手里握着台州将近3成的人丁，将近7成的田土，将近9成的财货。你真把他们给抛了，往后什么实在事儿都做不成了。哎，你说得多少彩礼，才能让岳母不恼我了呀？到旗子以前，10万两银绢足够了。现在多少？现在的话，吴越国的王冠足够。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。你瞧你怕成什么样了，我可不想当什么王妃。这劳什子是真难弄。今日来的都是州中显贵，族中上下各有几百上千口的人丁。朝廷与台州通港设博一物，我等甘愿竭诚报效，相助其事。去年带出去的粮米，本就是为了解朝廷之困厄，即离庶之危难。谁家也不曾指望那点子本息生利，利息也好，本金也罢，只当是给大王和九郎君做了捐书献纳。今日在此的294户同道，共计2366张代契，就在宫廷之外的箱子里。只需别驾一句明白言语，便可抬进来，任由勘验。诸君的意思，沈某听明白了。只要能参与博弈物之事，这去年的粮代不但利息不要，连本金也不要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正是此意，这是我台州上下对大王和九郎君的一片拳拳致意。这利息嘛，九郎君有言在先，诸君
也未曾赴上元日宁海之会，本就没什么利息。至于这本金，朝廷有信义，绝不会肆意盘剥民财。诸君请放心，1升2米都不会短少了诸君的。哎，博弈物，诸君真的是来晚了。这九郎君赴任台州，户部只给了九郎君100张用印的谍照，上元日便都发完了。诸君若是再有所起，怕是要去西府王都寻户部和大王说话了。儿戏可找大王呢。如何呀？今日这2366份带粮的契书，本官怕是见不着了吧？这是全部啊？是，2366份带契和2米386672斛，又82斗3升，全都在此了。好大的手笔呀！确实大手笔啊！台州故事乃吴郡故事的旁支，800年的望族，有这10户居中作保，台州那些地方富户们，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。这一手做的确实漂亮啊！放下身段，做小伏低。我这个台州刺史刚刚上任，面子也有了，里子也有了，若还是冷言相对，喊打喊杀，是有些不通情理了。啊哈！千年之族能绵延至今，自有其存身立命之道，其底蕴不是那些新兴之家比得了的。便是这10家？是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要安抚了这10家，其余200余家皆不足虑。有这10家居中联络，纵横捭阖，即便是有人要闹，也成不了大气候。那我便给他们这个面子。这10家谍照照发，与上元日发出去的86家谍照一视同仁，但也不能白发。先生指我，当然不能白发。其余200多家，从今岁起，这10年内的秋赋，就由这10家包了。包税？对，包税。郎君深思啊！包税乃历来行政之大弊，有能力包税的都是地方上的高门大户，将朝廷赋税之权赋予他们，等于给了他们领土治民的权柄，其中有不孝之辈，轻则鱼肉乡民，重则荼毒百姓。若有人心怀异志，图谋不轨，积敛粮秣，聚敛私兵，进则窥伺神器，退则割据地方，后汉崩裂之祸，恐陷于我无越之地啊！子谦，高门大户包税诚然是弊政，可先征后粮难道就不是弊政了吗？至少不必忧心州县胥吏会造反割据。州县胥吏自然没有造反割据的本事，台州偏僻，未必能出军阀和藩镇。然则苛政猛于虎也，却说不定会逼出私销和流民。不要忘了，这黄王之乱不过几10年前的旧事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就算是先征后粮，难道州县的那些胥吏就能撇开这些高门大姓自行其事了？那私底下不一样是要包给他们。到那个时候，好处他们拿了，那百姓的怨恨却都在官府这儿。倒不如都摆在明面上来，
额定一个数目，每年秋赋只管与这10家去要。丰年不增，灾年不减。即便这10家个个黑了心，那盘剥的也只是那200多家地方大户，恨也好，怨也罢，都由他们自己担着。若真出了什么事，放着州县官府在，难道苦主不会自己来告？或惩或罚，皆有朝廷律令在。若这般，还是能弄出裂土割据的藩镇来，那我也真是佩服他们的本事了。此乃大小相治之策，若朝廷应对得当，10年内出不了大乱子。